Hello， 大家好，我是维维律师。大家有看9月9号在 Netflix 推出的《苏利南》影集吗？我也是看到这个犯罪影集评价很好，所以就好奇来点开看看。结果真的超好看的，看一堆韩国影帝尬戏，真的很过瘾。连台湾的影帝张震也有客串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戏里飙台语脏话，也是让我觉得非常震惊又有亲切感。看韩网的评价也是，哇，想说看个1分钟就去睡觉好了，结果晚上9点开始看，看到半夜3点，把6集全部看完了。看完集数首尔过后看这部，觉得这真的是名作，超好看。那大家知道《毒枭圣徒》也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吗？真实故事也是一个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国家情报院的秘密任务，协助逮捕住在苏利南大毒枭的故事。但真实故事跟影集的情节不太一样。今天我就来和大家分享《毒枭圣徒》和真实故事的5大差异点哦。第一个，大毒枭的职业原本并不是牧师，在剧里由黄正明、黄宗明饰演的，掌控整个毒品市场的大毒枭，全要换牧师。本来在韩国是以牧师的身份招摇撞骗，贩卖毒品。真实世界中，他的名字叫做赵凤行·裘崩행。他原本是船只的冷冻技师，因为居住在苏利南8年，所以对苏利南的情况和市场很了解。1994年，他在韩国犯下了金额高达10亿的房产诈欺案，才因此逃亡到苏利南。第二个，大毒枭并不是在韩国就开始贩毒。赵凤行在逃到苏利南后，取得了苏利南的国籍，就在苏利南创立了海鲜加工厂。但工厂实际上的收入是偷渡免税油，但后来因为油价上升的缘故，偷渡免税油的事业遭遇了困难，赵凤行才因此投入毒品的行业，开始了他的毒枭人生。跟《毒枭圣徒》中他在韩国时就在贩毒的情节不太一样。赵凤行开始在苏利南跟当时南美最大的贩毒集团卡利集团合作，而且因为他跟苏利南总统原本就有长久的交情，他的贩毒事业就受到苏利南当时军政府的加持。当时赵凤行还能提前拿到要来苏利南的亚裔乘客名单，锁定经济比较不好的旅客，如家庭主妇、大学生等等，以400万元左右的酬劳叫他们帮赵凤行运送珠宝。很多旅客就在不知情之下帮赵凤行运送了大量的毒品。第三个，主角烘鱼商人并不是在狱中跟特工接触，在剧里由何振宇饰演的烘鱼商人姜仁九，在真实故事里姓名并没有被透露，我们在这里就叫他何振宇好了。何振宇他在苏利南经商，但因为赵凤行的关系，经商受到了阻碍，所以韩国的国家情报院就看准这点，去跟何振宇接触，希望何振宇可以帮助国家情报院抓到赵凤行。经过考虑后，何振宇最终答应了国家情报院，并伪装成韩裔美籍毒贩接近赵凤行。这点也跟何振宇的烘鱼被藏毒品后被捕，在狱中跟特工接触后，答应帮忙抓大毒枭的情境不同。第四个是大毒枭并不是在苏利南被捕的。2008年，韩国国家情报院逮捕赵凤行的计划就此开始。何振宇要求赵凤行带他去看毒品，虽然何振宇在去的途中都被套上头套，但因为何振宇已经在苏利南住了2年，他还是可以从马路上的灯光以及车移动的方向掌握赵凤行的藏毒仓库位置，并向国家情报院要求突袭仓库。但国家情报院最后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枪战和死伤，就取消了突击行动。何振宇回到韩国后，要跟国家情报院制定第2个作战计划，就是要把赵凤行引出苏利南后予以逮捕。何振宇就跟赵凤行联络，骗赵凤行说有买家要跟他买1.2吨的毒品，但细部的交易内容要见面谈。赵凤行接受提议，但要求双方要在苏利南见面。何振宇又骗赵凤行说，买方觉得苏利南的治安不太好，只能接受在关岛见面，但这个提议还是被疑神疑鬼的赵凤行给拒绝。由于巴西也是可以引渡人贩给韩国的国家，所以何振宇又提出双方可以在巴西的城市圣保罗见面。赵凤行虽然一度因为何振宇一直不愿意进入苏利南，而且又频频的改变见面的地点，起了疑心，拒绝交易。但经过何振宇的锲而不舍尝试说服，赵凤行终于接受这个交易。2009年7月，全副武装的巴西警察在圣保罗瓜卢柳斯国际机场入境处埋伏，等待赵凤行出现。何振宇跟国家情报院特工也到现场，但到约定时间下午5点时，赵凤行都没有出现。何振宇为了不让巴西警察撤离，就拿出电话跟赵凤行联络。2个小时后，赵凤行终于在机场现身，马上就被成功逮捕。这一点就跟赵凤行是在苏利南的住处附近被捕有非常大的不同。第5个，大毒枭的结局似乎不惨。赵凤行被捕后被引渡回韩国，韩国法院认为赵凤行虽然并非直接运送毒品，但有和共犯一起实施犯罪和分配犯罪所得的事前协议，
没有积极阻止共犯的犯行，所以对犯罪有本质上的贡献，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亿韩元。然后这个大毒枭现在已经出狱了。这个情节电影并没有演出来，不然观众们看到这里可能会气炸说：请问大家是在忙什么？我看了6集，到底是看了什么？这个刑度真的是判的还蛮短的，可能真实事件发生了什么点让法官采纳这样子判，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以上就是影集《毒枭圣徒》和真实事件的主要5点不同之处啦。中秋节可以跟家人、亲朋好友一起团聚看影集，真的很开心。《毒枭圣徒》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拍摄的，场景中出现丛林和茂密的椰子树等等南美风光，真的是蛮美的，看完都非常想要出国。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是维维律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